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2003年初夏，英国发生了一起奇怪的案件，起初警方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，可进一步调查时却发现事情并不简单，甚至还很离奇。在经过惊人的反转后，警方才看到了背后的疯狂真相。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一个只有14岁的小伙子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。他也是第一个在英国犯下如此特殊罪行的人。故事发生在曼彻斯特郡的奥尔特林厄姆小镇。2003年6月29号晚上8点左右，小镇警方突然接到报警，赶到现场后，他们看到一个14岁少年被人刺伤，身上还有大片血迹。刺伤他的刀具就在距离他几英尺外的地上。现场情况非常危急，除了伤者之外，现场还有一个16岁的男孩，就是他向警方报的案。他自称是受害者的朋友。由于这两人都是未成年，所以警方和媒体并没有公布他们的详细资料。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受伤男孩的真名叫做丹尼尔·洛马斯，他身上有2处刺伤，一处在胸部相对较前，另一处在腹部有几英寸深。由于情况危急，丹尼尔立马被送到了附近医院抢救，而另外一个16岁男孩的真实姓名，警方则没有公开，我们暂且叫他马克。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，警方展开了调查。既是目击者又是报案人的马克，自然就成为了首要目标。当时马克的情绪非常激动，他告诉警方，出事前他和朋友丹尼尔刚从麦当劳里出来，一边走着一边喝着饮料。在经过一个偏僻的路口时，突然被一个陌生男子袭击。这名男子试图把丹尼尔拉进小巷，期间还刺伤了丹尼尔。但由于自己和丹尼尔的拼命挣扎，男子才就此作罢离开。根据马克的描述，这名男子年纪在20几岁左右，穿着黑色连帽衫，还有黑色牛仔裤，戴着一顶棒球帽。根据资料，案发地靠近一个购物中心，这边店铺除了偶尔发生盗窃案之外，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案。在马克被警方问询的同时，医院对丹尼尔的抢救也一直在进行中。在经历过2次心跳停止后，他侥幸活了下来。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只能躺在医院 ICU 的病床上，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，并接受医生的密切监护。事情曝光后，小镇的大妈大叔无比震惊，到底是哪个家伙居然这样对待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？这件事情让小镇的治安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在大妈大叔你一句我一句的夹攻后，一个在小镇四处游荡、专挑年幼孩子作案的神秘杀手很快就传了开来。为了破案，警方发布了凶手的样貌描述，呼吁小镇居民积极提供线索。虽然警方确实接到了很多电话，但大多数都是没有用的线索。警方非常担心凶手会再次作案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案发地周围刚好有监控，其中一个位于小巷尽头的摄像头就刚好记录了小巷人员进出的情况。根据监控，警方发现马克交代的预习时间比实际上要早个25分钟，这个时间上的误差也不算很奇怪，毕竟2个孩子只有10几岁，加上2人当时是在闲逛，没有时间观念也很正常。可接下来的事情就一点都不正常了。因为警方在重复多次观看监控视频后，一直没有找到马克所说的蒙面男子，从头到尾也没发现有蒙面男子进入过小巷。对比周边多个摄像头后，警方推测丹尼尔很可能在撒谎。更让他们意外的是，刺伤丹尼尔的人不是所谓的神秘男子，相反，很可能是他的小伙伴马克。虽然警方成功排掉一颗连环杀手的地雷，但同时也引出了一堆问题。年纪只有16岁的马克为何要刺伤自己的小伙伴呢？警方把马克重新带到警局。小伙子，我劝你老实交代，不然警察叔叔可不只要打你屁股这么简单了。看着警员严肃又充满期待的表情，马克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。他说自己是在执行秘密任务，受命于英国军情六处 MI6。
在网络聊天室里，上司给自己下了命令，要求自己杀死丹尼尔。上司还承诺过，只要自己完成这个任务，就有机会见到时任英国首相。马克越是一本正经，几人就越觉得他是在编故事。他们检查了马克的电脑，结果惊讶地发现，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里确实有这些事情。看着这些光怪陆离的聊天内容，警方意识到似乎真的有人在秘密招募马克。根据调查，马克出生于曼彻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，与父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。而在学校，他的学习成绩虽然非常一般，但在体育方面却非常出色，和这位同学的相处也比较融洽。在父母的安排下，16岁时他就开始入读大学，期间还在一家餐馆做兼职。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马克同样对电脑非常感兴趣，经常在网上和别人聊天。在案发前的6个月，他加入了当地一个青少年的 MSN 聊天室，在里面大家互加好友，分享八卦，还通过摄像头和其他人进行视频通话。期间，马克认识了一个16岁女孩，名叫瑞秋。瑞秋自身在当地一家健身房工作，而对于马克来说，起初他和这个女孩聊天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解闷。虽然瑞秋没有波涛汹涌的状况以及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但却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。第一次被陌生人认真倾听的感觉，让马克迅速喜欢上了聊天室。接触过程中，瑞秋还向马克介绍了自己14岁的继兄弟丹尼尔，也就是前文中那位被刺伤的男孩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，丹尼尔一直通过 MSN 和他们保持着联系。也许是心理上的空虚，又也许是荷尔蒙的影响，马克发现自己对瑞秋是越来越有感觉。他多次提出线下见面的请求，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。正当两人在网上卿卿我我时，一个名为凯文的网友也加入了聊天室。他说自己是个同性恋，还有恋童癖。而对于这样一个有特殊爱好的群友，大家起初并没太在意，直到凯文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。他发邮件给马克，说自己已经绑架了瑞秋。同时凯文还表示，如果你想拯救瑞秋，那就得答应我2件事。其一，在摄像头前展示自己的脚；其二，对着聊天摄像头自慰。而正常人听到这话肯定会口吐芬芳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马克居然同意了这些要求。作为回应，凯文就说自己已经放了瑞秋。随后聊天室里，瑞秋也向马克报了平安。而就在几天后，瑞秋再次失联。这时凯文站出来说，瑞秋再次遭到了绑架，并且这一次还惨遭杀害。听到这样的事，马克居然直接就当真了。对瑞秋的死，他也只能深表同情。而在瑞秋死后，以前那个14岁的丹尼尔就成为了他的聊天对象，两人的联系越发频繁。而瑞秋不同，马克还在线下和丹尼尔切切实实的见了面，他们彼此之间还成为了好朋友。一段时间后，马克在聊天室里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，名字叫做林赛·伊斯特。一开始两人的对话还算正常，但后面就画风突转。伊斯特向马克透露，自己是英国军情六处 MI6 的特工，加入这个 MSN 聊天室实际上是为了追踪嫌犯凯文，因为他调查后发现瑞秋的死和凯文以及瑞秋的继兄弟丹尼尔有关。为了尽快破案，伊斯特向马克抛出了橄榄枝，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完成缉凶任务。几天之后，马克收到了一封邮件，从内容上看，似乎是伊斯特提前发出的。邮件中，伊斯特请求马克好好保护丹尼尔，继续完成自己没有机会完成的工作。言外之意就好像是伊斯特在执行任务时出现了意外，已经为国捐躯。心爱的女孩再次与自己擦肩而过，这是马克网恋经历中又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。可即使如此，怪事依然没有停止。2003年4月底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因为马克的初恋女友瑞秋突然重新出现在聊天室里，确定瑞秋还活着后，马克非常高兴，但同时他发现瑞秋的经历有一些不对劲，包括在昏迷中被囚禁以及侥幸逃脱的经历。瑞秋说的越是详细，
马克就越觉得自己像是在看电影。可还没等他确定真伪，瑞秋就又失联了。尽管瑞秋的经历有点浮夸，但是马克还是经常登录聊天室，希望瑞秋能够解答他心中的疑问。还没来得及听瑞秋回忆后续的经历，马克就遇到了第3个女网友，名字叫做詹妮特·多宾森。和之前只有10几岁的女网友不同，詹妮特自称是个44岁的已婚妇女，与丈夫和2个孩子住在一起。表面上的掩护工作是房地产中介，可实际上是隶属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特工，类似于上文中的伊斯特，但是地位和职务都比他更高。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詹妮特还说自己是英国第3位最有权势的女性，可以和英国女王或者女首相平起平坐。聊天过程中，詹妮特总是用大写字母发消息。她告诉马克，自己来聊天室不是为了和你们这群小屁孩聊天的，而是为了招募一名少年进入秘密情报机构工作。现在这个少年自己找到了，那就是你16岁的马克。不过按照规定，在被带到伦敦金群六处接受培训前，你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忠诚。尽管马克很怀疑这份工作，但听到50万英镑的报酬后，他非常的心动。马克虽然没有拯救苍生的英雄情节，但他却有为英镑前仆后继的动力。在50万英镑的号召下，他直接就答应了詹妮特。詹妮特告诉马克，作为军情六处的入门能力考核，你需要秘密为当地青少年提供保护，同时也要给另外一名特工詹姆斯·贝尔当保镖。詹妮特告诉马克，优秀特工的第一项能力就是善于隐藏，你不能让贝尔知道自己在被你监视和保护。原本就是特工影视剧粉丝的马克，听到这些一本正经的要求是越来越兴奋。他非常高兴能够成为 MI6 的一员，但是他好奇为什么贝尔会如此重要。为了解答他的疑惑，詹妮特就讲了一件秘密保险箱的事情。这个保险箱被人埋在大西洋海底，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知道它的存在，而且只有英国女王知道打开它的密码。由于女王无法亲自打开保险箱，所以就将密码交给一个人保管，而那个人就是詹姆斯·贝尔。神秘特工、海底宝藏、巨额奖赏，这些接二连三的浮夸剧情让马克有点目瞪口呆。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另一件事又深深震惊了他。根据詹妮特的说法，保管密码的贝尔实际上就是你在网上认识的网友丹尼尔，那个年纪只有14岁的男孩，仅仅比你小了2岁，一个连毛还没长齐的小伙子，居然保管着世界最深的秘密，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。怪不得军情六处要派人保护他。马克觉得事情是越来越魔幻，他努力用电影的剧情说服自己，例如丹尼尔身上被植入了某种芯片，这个芯片里面就保存着密码。应该是这样，不，肯定是这样。在获悉这个惊人的秘密后，马克并没有对丹尼尔透露任何事情，因为隐藏自己的行动也是考核的一部分。为了顺利完成任务，马克开始频繁接触丹尼尔，甚至还经常跟他一起过夜。与此同时，马克还会把自己的行动记录定时报告给聊天室里的詹妮特。而对于马克的执行力，詹妮特也感到十分满意。不久之后，他就给马克下发的新任务，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，带丹尼尔离开学校。那当然，马克也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。几天后，詹妮特又为马克准备了新任务，这也是在正式成为 MI6 特工前的最后一个任务。不过这个任务却非常奇怪，马克被要求要让丹尼尔看起来像个同性恋，要让一个14岁男孩看起来像是同性恋。这种奇怪又奇葩的任务让马克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人家影视剧最多也只是科幻，可你这简直是魔幻啊！摸不着头脑的马克就要求詹妮特详细说明这个计划，可直接就被拒绝了。相反，詹妮特还警告马克，如果任务失败，英国的国家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，到时候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而无奈的马克只能硬着头皮上。直到一段时间后，他收到了詹妮特的消息，自己已经正式通过考核，成为在编的正式特工。这让马克兴奋了好几天。从此之后，
每当他走在街上时，他脑海里总会闪现特工执行任务的场景。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打量着身边的人，无论是高矮胖瘦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这些人都可能是隐藏自身的同行。和兴奋的日子还没体验几天，马克就又接到了奇怪的任务，那就是杀死丹尼尔。起初马克无法相信，他觉得詹妮特可能又在考验他，但詹妮特说丹尼尔正在谋划制造学校枪击案，这使得英国政府有必要铲除他。而确定这不是考验后，马克就抗议说自己不想杀掉最好的朋友。而这时詹妮特就做出了承诺，在这起案件中，你对丹尼尔采取的所有行动都不会被视为谋杀，因为丹尼尔患有绝症，杀死他只是让他减少痛苦。作为对马克成功完成任务的奖励，詹妮特承诺给他提供8000万英镑巨额酬劳。对的，你没听错，小圆也没说错，是整整8000万英镑。詹妮特还告诉马克，除了这笔奖金，你还可以获得英国女王以及时任首相托尼·布莱尔的接见，还可以从自己这里享受性服务。为了让整件事情更具有说服力，詹妮特甚至还教马克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刀具，穿什么样的靴子，以及在哪里执行任务等等。尽管马克同意执行任务，但他的心里仍有疑虑，毕竟这可是杀人的事情。然而几天之后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丹尼尔突然告诉他说自己患有脑瘤，这彻底打消了马克的最后一丝疑虑。2003年6月29号，马克正式开始实行计划。那天他一直和丹尼尔待在一起，两人还一起去商场买了一把6英寸长的刀。期间丹尼尔询问马克，这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要买刀？可马克却撒谎说这是买给自己母亲的礼物。当天晚上天黑以后，马克就带着丹尼尔走进了小镇的一条巷子里，一个远离监控摄像头的地方。为了完成任务，马克朝着丹尼尔的胸口和胃部各刺了一刀，但让他有点意外的是，詹妮特却没有履行承诺出现在现场。在等了20分钟后，马克才被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而警员来到时，他只能匆忙编造自己遭遇陌生男子袭击的故事。2003年7月，警方就以企图谋杀的指控正式逮捕了马克，并将其关到少年拘留中心。怪案年年有，但是这么怪的马克，警方还是第一次遇见。他们认为罪魁祸首很可能就隐藏在马克背后，他们用詹妮特作为幌子借刀杀人，以此满足自己的特别爱好。警方立即展开了对詹妮特真实身份的调查，直到3个月后，他们才找到了真相。技术人员从马克的电脑中恢复了5.8万行的聊天记录文本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除了瑞秋、凯文、伊斯特和詹妮特外，马克还与其他聊天室的网友有过交流。随着挖掘的深入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出现。起初警方以为这些和马克聊天的网友都是不同的人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人物的账号实际上都是丹尼尔自己注册的。这些天马行空的剧本，估计好莱坞导演看的都要下跪。也就是说，从头到尾的所有事情都是丹尼尔自己一个人臆想的。不过唯一不同的是，有件事情确实发生了，那就是他差点被马克杀害。那问题来了，年纪只有14岁的丹尼尔是怎样编出这些剧本的呢？而要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他的家庭背景。和在温馨家庭中长大的马克不同，丹尼尔的童年就像是在渡劫。他在年幼时就被母亲带着和继父一起生活，但在7岁的时候，他和母亲就被这位吸毒的继父直接抛弃。丹尼尔经常看到母亲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，而在学校里，因为性格内向软弱，他经常被同学欺负。而慢慢的，他变得沉默寡言。在他11岁时，他的母亲认识了一个新男友。虽然母亲对这位新男友很满意，可丹尼尔与新继父的关系却并不怎么好，这让他变得更加的内向。在丹尼尔13岁生日时，母亲送了他一台电脑作为礼物。母亲本想让他借助电脑好好学习，不料儿子直接沉迷在网络里，一直用短暂的多巴胺逃避现实生活的困扰。MSN 聊天室就是丹尼尔逃避现实的一个避风港。而在这里，
他可以扮演自己想要的任何角色，说自己想说的任何话。谁也不认识我，谁也无法阻挡我，我的键盘我做主。到了2003年2月以后，丹尼尔每晚都会泡在聊天室里，与20-30个网友联系。期间他偶然遇到了马克，为了引起马克的注意，他利用不同的账号化身不同身份的网友和马克聊天。前文中出现的瑞秋、詹妮特、贝尔等人全都是他伪造的。在他的电脑里，警方恢复了多达58000行的聊天记录文本，133场对话以及193个单独的电子邮件地址。我们很难想象，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居然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件事情。他甚至还利用军情六处作为幌子，进一步激发马克的交往兴趣。而不出所料，这一招果然奏效了。而当马克作为 MI6 特工与自己待在一起时，丹尼尔感到无比的快乐。但是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丹尼尔意识到他编的剧本似乎有点过火了，事情的发展有点超乎他的控制。2004年5月下旬，当地法院就召开了庭审。法庭之上，马克和丹尼尔两个人全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。而当真相被揭开时，马克感觉到非常震惊，他根本就想不到丹尼尔居然编了这么大个谎言。后来马克承认了故意伤人和意图谋杀的罪名，被判处2年监禁。同时丹尼尔也得对这件事情负责，因为他教唆别人谋杀自己。谁也没想到，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坐实这种特殊罪行的人，居然是个只有14岁的少年。加上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，丹尼尔被判处3年有期监禁。而在这3年时间里，他被禁止上网，也不能联系马克。法官表示，丹尼尔这孩子要是把心思用在正路上，估计以后他有机会拿诺贝尔文学奖。而在案发20年后的2023年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时，马克和丹尼尔两人早已经获释出狱。如今他们两个人也已经来到了30多岁的年纪，不知道此时的他们想到过去自己做的事情时，他们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